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是我在油管发的第一期视频。这期视频主要是讲怎么到日本和在日本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是第一期视频，我并没有准备演讲稿，而且也有点紧张，所以说如果有口误什么的，请大家见谅。这期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工作生活的。因为签证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算难，只是有点麻烦罢了。而且签证就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有以下几个分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日本的签证呢，主要分为留学签证、工作签证、旅游签证、家庭访问签证以及投资签证。很多人一听说办签证就开始担心了。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留学生签证相关的一些事情吧。留学生签证的话，在日本这方面的话，主要是两种留学：DIY 留学和中介留学。当然，如果你是公派留学的话，也可以。不过，公派留学的话，我想你都公派留学的话，不可能还会来看我这个，因为大多数的时数啊，都是那些公派留学帮你包了，所以说这个倒是都没必要看了。因为花钱方面的话，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接下来就是那个 DIY 留学。DIY 留学的话，和我上面讲的一样，主要是自己找语言学校，或者说通过国内的一些机构或者日本的学校在中国设立起了那种执照考试的一些地点去参加执照。那样子的话，是属于你参加这个学校可以直接来日本的。这种的话有日语也有英语，所以说英语好的同学可以不需要担心日语，直接来日本开始通过英语学习，然后再慢慢学习日语，再长期留日。中介留学的话，还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收费的，还是另外一种是不收中介费的。中介费的中介呢，怎么说呢？他们主要是把你们的这个中介费用于他的广告宣传，而且他的工作人员还有服务团队都很大，所以说你的中介费主要是给这些人发工资和做广告的。他们是有固定的工资，但是呢，办事效率的话，可能就没有不收费的中介的那种高效还有认真了。因为这两种中介得到钱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等我把第二种介绍以后，你们就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了。接下来就是讲一下不收中介费的中介吧。不收中介费的中介呢，他们收入的钱的来源主要是从日本的学校得到回扣。他们每介绍一个学生到日本的学校，他们会得到一定的回扣，而这个回扣是他们能够得到工资和得到奖金的来源。也就是如果你没有把学生没有介绍成功，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得到这个回扣，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钱，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的把你介绍出去，并且让你成功，这个才是他们能够得到钱的机会。而不像收中介费的中介，他们的那个方式的话，主要就是你已经交了中介费了，你过去和不过去的话，只是资料认不认真的问题而已，就没有后面的这些问题了。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工作签证相关的事情。工作签证的话，其实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说，在日本工作，其实上很多人是通过留学签证在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然后再通过毕业以后，然后留日驻日并达成这样的。但是大多数的人也仍然可以只通过日语的形式，就去找一些中介机构直接来日本进行工作。这个的话怎么说呢？这个也分两种。然后有一些是日本直属的中介机构，就是日本公司在中国直招的那种中介机构，他们是属于直招，所以不收你中介费。但是有一些是通过合作形成的中介，他们会收取一定中介费。一般情况下的话是1万到3万日元，不是日元，是人民币之间。这个的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算难，所以说这才是我想说的，这个并不是那个限制你的地方。我想说的是呢，资金并不是限制你能不能出来的原因，而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能够出来。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决心这个事情有点难做，要他下定一个决心，从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所以说资金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家看我节目的人，就算再怎么差，也是能够凑够这一点钱，能够出得来的。
因为日本签证这边工作中介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是把你的签证给办下来以后，他们才会收取那个中介费的。所以说，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你的那个签证是不是假的问题，只要你能够正常过来了，他们就才会收你中介费。这点的话也比较值得放心。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想过来的人的话，你要给自己打理鸡血，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在这边过得比国内更好。如果说一直犹豫的话，那可能是最后是人财两空吧，可能变成这种情况，人也来不了，钱也去了，收不回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在日本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是在日本这边的话，在我这么多年看来最大的主要还是房子的问题吧。因为我的最大支出的话，还是主要在房子方面。其他的话，一些生活娱乐相关的我就不怎么介绍了，因为每个人各自想买的东西都是无法参考的，这里就不做介绍了。然后是房子，我们现在讲一下房租问题。日本的房租主要是由礼金、押金和房租三部分组成。很多房子或者说大部分比较好的房子都是需要这三个都需要的。礼金、押金的话，基本上是相当于1个月房租，也就是你要找好一点的房子的话，你要提前交3个月的房租，其实加起来是4个月左右，这是比较少的。还有比较多的，有些是交将近半年左右的房租和押金左右的感觉。因为有的地方礼金它是要2个月的，又或者说押金要2个月的也是有的，这都是比较好的，有管理人啊，或者说有其他各种方面提供的比较好服务的房子。但是呢，一般人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直接可以找中介，或者说找自己公司问一下你所住的房子的情况。像我留学生的时候，我所找的房子是3万日元到4万日元之间的房子，然后是不要礼金、不要押金的那种房子。所以说那段时间住的还是挺辛苦的，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也只要有那些能够自己做吃的，所以说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是我现在住的房子的话是怎么说呢？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公司提供的房子，然后是每个月是6万日元左右，但是因为有公司的补贴，所以我实际支付并不需要多少。然后接下来是房子找的时候，如果说你刚来日本的时候，基本上是由学校或者公司给你提供的。等你日语好了以后，我的建议是你去找日本的中介，而不是华人开的中介，或者说找那个华人中介里面的日本人去办事，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些。接下来说一下有关于找房子的事情。如果是你刚来日本的时候，是学校和公司是会为你提供房子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寮。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因为它的东西就比如说里面的配置还有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固定的，你没办法选择，自由性比较少。但是的话作为生活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是你自己找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把日语先锻炼好，然后直接去找日本的中介，或者找日本中介他们下面办事的华人，这样子的话他们的信用比较有保证，不会坑到你。如果你找的是华人中介开的不动产公司，那样子的话可能你会被坑的几率会非常大因为这点来说在日本也算是生活在日本的华人的尝试了吧。然后是生活方式日常花费的话，如果你想要节约钱，我推荐你是自己做来吃。因为自己做来吃的话，你有很多方面可以节约用钱。首先就比如说常见的超市和便利店这些，他们都是有新鲜蔬果这些卖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如果你们看国内媒体的话，也应该知道，他们都宣传日本的超市水果很贵的，对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日本的超市和水果在打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便宜，从稍微的9%折到后面的5折，甚至是2折的都有。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我感觉
日本在很多东西方面比国内还便宜。然后是打折的时间的话，这个我不好说。一般情况下的话，都是在下午左右，或者说在傍晚，也就是6、7点钟的时候打折的比较多。但是呢，也有一些店打折是在凌晨的，这个就得看你在住的地区，你自己去走一下、访一下，然后这些人比较多的时段去看一下打折的商品，那样子你才能知道它究竟在什么时候打折，你才能买到更廉价、更合适，也是更好的产品。或许很多人会说，打折的不是要过期的产品吗？这点的话，我觉得真的多虑了。在日本这么多年，我最放心的就是食品安全。日本的食品安全是真的不担心的。至少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因为买这种过期食品，然后把自己给吃出问题来的。唯一一个是什么呢？以前在便利店打工的时候，听说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带了很多很多的打折便当回去。他的想法是带回去过后一吃2个星期，但是日本的保质期是当天，就是他带回便当的当天。然后按照正常情况下的话，放冰箱里面再放也就只能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却带了2、3个星期的量，最后吃出了病，就进去了医院。这也导致了我刚来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从便利店带东西。不过这也是看商店，可能是因为我在的商店离出这件事的地方比较近吧，所以才导致了这个问题。其实相对上的话，大部分的便利店你去打工的话，还是可以带一些过了保质期的一些便当盒回去吃饭的。不过我自己并不推荐，因为怎么说呢，我更推荐自己做来吃。自己做来吃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它和打折便当不一样的是，它是新鲜的蔬菜，它只是说在当天可能卖相不好，又或者说有点干了，它才会打折。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新鲜，只是说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新鲜罢了。我自己买的一些打折蔬菜的话，就算是现在我一直喜欢买这种打折蔬菜吃，所以说这类方面的话，我真推荐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打折蔬菜，这个并不是你所需要担心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刚来日本的时候呢，有关于那个用卡方面的话，如果说你是留学生，你还没有成年，你没有自己的那个卡的话，我建议你通过父母办一张副卡，然后可以来日本，然后你可以直接当天就把手机给办了，和家里进行联系。如果你是成年人，并且有自己的信用卡，推荐你去办一张 Visa、Mastercard 或者说 JCB 的卡。来日本以后，然后直接在日本当地的一些营业厅去办理那个日本的手机和电话卡。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去Yodobashi Camera，因为Yodobashi Camera的话，它就比较怎么说呢？你买东西它有积分点，然后你充话费什么的虽然没有，但是在那边我经常买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买电器之类的嘛，所以说我比较喜欢Yodobashi。其他的话嘛，就是前期购置方面，就是你想买一些家具、想买生活用品方面的话，用卡可能比你用直接就是在国内换日元和在日本取现可能要更节约一点。在国内换钱，我记得汇率是要比正常的那个汇率要高那么高多少不知道，反正是比你直接用信用卡来花钱是要高的。然后是在网上购物，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你可以在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其他方面购物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国内的卡来进行购物，这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有一些网站是没有办法使用中国发行的国际卡的，比如说像那个 Yahoo Shopping 和 Yahoo 这些，它就没有办法使用中国发布的国际银行卡。怎么说呢？它更是偏向于日本本地发行的那个 debit 卡，或者说是日本的信用卡。然后说到 debit 卡，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刚来日本的人，如果这上面的两种卡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你们只能去办理日本邮政的那个银行卡。邮政的银行卡的话，办理下来过后，然后你才能去办理那个 debit 卡。我当时是分开办的，
现在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一起办，当时的是我是分开办，是等了将近2个星期左右以后，那个 debit 卡和那个银行卡才到手上，我才能在网上去买东西的。debit 卡的话和国内想的这个怎么说呢？ debit 卡它是一种用于网上购物会用于购物的一种卡，但是它用的不是信用卡的钱，而是你储蓄卡里的钱。也就是你在申请日本银行的时候，你用那个储蓄卡，那个储蓄卡里有钱，你的 debit 才能花费，这2个是绑定的，合在一起就叫类似中国的银联卡的这种感觉吧。所以说它和信用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然后如果说来日本半年以后需要办什么卡再去办其他卡的话，这个的话在以后我会有推荐的，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偏长，因为那种卡的话它的功能啊还有方便程度啊都比大家想象的要方便得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后面会单独再开一期和大家讲。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有关于日本求职的一些经验吧。在日本生活的话，第一重要的肯定是日语。日语好的话，你能找到工作也就更多，你能去找的范围就更广。不过也有刚来日本留学的，比如说留学生，他们刚来日本的时候，日语肯定是不怎么好的。所以说，这里的话，我推荐作为即将要到日本留学的同学们，不要太过于去在意这一点，因为你只有去工作了过后，你学习日语的机会才会更多，你才能更好的学习日语。可以这么说吧，只在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学生和在工作学习日语的学生，他们在实际生活的交流水平方面，在3个月以后差距就会开始拉大，在1年以后差距就会拉到可以说是你想不到的那种地方。比如说我当时是我就是自己去上班去求职，中间还换了2、3次工作，从刷盘子到后面的便利店，再到服务员等各种工作都换过，把自己的日语能力和沟通能力一点点的提高。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的平均的日常日语能力、沟通能力，比和我同期的一些同学来说，差距就是说我可以正常的和日本人交通，基本上没有障碍，但是他们却还是吐字是，有时候是吐字不清，甚至说是可能是单词都想不出一个的感觉吧。所以说我非常的也是很建议大家去在留学生的时候一定要多去上班，多去交流，这才能提高日语的真正机会。因为书面日语再好也不比口语好，这个是真的。接下来就是工作的人我觉得更不应该担心日语的问题，因为你来到日本的工作，你肯定是直接参加公司的工作，而且你被动或者主动，你都不得不学习很多日本相关的一些行业日语或者专业日语，而且中间你还要接触到一些人。当然也有些工作可能完全接触不到日本人的，可能只有华人圈子的，这种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多跟别人交流，因为如果你不跟别人交流的话，你有可能这么说吧，你会在日本越待越没劲，甚至感觉还不如国内。但是你一回国内以后，你的反感又会更差，你可能会陷入一个两难境地，这点是我非常不推荐的。所以说来日本，不管留学生也好，还是在日本工作的人，我都推荐你们一定要和日本周围的日本人，或者说一些去喝酒也行啊，跟那些客人多多沟通，多多交流，让自己的口语能力得到更好的提升。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怎么找工作吧。在日本找工作的话，主要是有2种方式，一种是网络上去寻找，还有一种是线下找。这2种的话，都分别适用于全职和兼职的。兼职的话，我在留学生时候经常使用的是 Townwork， 还有那个巴托鲁，还有 Manabi、React、Seban 等这些软件。然后是这些软件的话，使用地区的话，比如说像那个 Townwork， 可能在关东地区的话使用比较多，然后在关西地区的话，可能是巴托鲁使用的就是比较多一点。
不过也不是绝对哦，因为有一些工作，有一些公司，他们还是会选择在登录自己熟悉喜欢的平台上，只是说相对多一点，并不是那么绝对。然后是 MyNavi 留学生版的话，这个怎么说呢？留学生这个版本是单独的一个版本，是从全职版本里面分离出来的。MyNavi 本来是一个是日本这边的那种全职，比较适合 IT 方面求职的人去找工作。当然不仅是 IT， 其他行业的也有。只是后面在我当时毕业之前的，更早毕业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加大对留学生市场的关注，所以说推出了留学生版本。这里面找兼职也非常的方便，因为是留学生版本，你不需要像其他软件一样需要去筛选，去慢慢的，就说去筛选留学生啊，或者说需不需要留学生这种工作是不需要输入这个关键词的，在里面找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留学生相关的。这个就是比其他两个你要去筛选一下的话，当然筛选也并不是说很难，只是你选这个选项问题罢了。有一些第一次用的人可能找不到，但是你用习惯以后，其实感觉都差不多。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其他两个还比那个 MyNavi 好用一点，因为他们至少是比较全，留学特别是兼职方面，不仅仅是日本人的，还有留学生的。有一些工作甚至说是即使日本人的，我当时也应聘过，因为日语比较好嘛，就是应聘也应聘上了，所以说这种方面的话并不是问题。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用习惯一下那个 Talkwork 和那个 Batoru 的两个软件都用一下。当然还有其他比较那个小众的软件，就比如说像华人创办的一些那个小春网，还有那个日本招聘网以及海归网等。海归网现在在不在不太清楚，因为我离留学生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说基本上没怎么用了。但是小春网和那个日本招聘网，我也经常在上面发一下招聘工作信息什么的，所以说并没有出现过说无法使用的情况。这里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是线下工作，线下工作的话，如果说那个怎么说呢？如果你是在日本留学的话，你可能主要的线下找工作的机会是学校合作的一些企业，以及学校推荐的一些那个求职的一些地方，你自己去求职。但是的话，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难的一点地方吧。中国人普遍不善于社交，这点在留学生群体里面可以见识得到。因为我看到的很多留学生群体哦，特别是那个留学生多的学校，很多中国人毕业以后，他们所停留的圈子也仍然只是留学生圈子，而没有走出到那个日本圈子，或者走出到更远一点的圈子去。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多做交流的原因。如果说你在交流方面做好了，你就不会去畏惧，你就会走出这些圈子，就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接下来介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哦。在日本的生活成本的话我可以说一下吧。我刚到日本的时候的那个生活成本我是非常低的，即便到现在为止，我每个月的花费花在那个纯粹的吃的上面的话，我也每个月也才那个1万到2万日元之间。这当然还包括了什么呢？包括那个水电费这些。当然住的房子好了过，水电费可能稍微多了一点，因为有些房子它并不包水电，我以前是包水的，所以说现在的话是2万超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是在日本方面，我比较推荐大家的是这些方面。比如说第一个是大家那个可以怎么给大家节约钱的，然后是会员卡和积分卡吧。这个大家的话可能是在国内大家会感觉这个会员卡和积分卡感觉这个积分很没用，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好强大的用处。但是呢，在日本积分卡和会员卡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怎么说？在日本会员卡和积分卡他们是相当于1积分可以当1日元来用，而且不存在购买门槛。比如说你买这个东西需要那个100日元，你完全可以用100积分来进行抵扣，不需要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支付。还有就是日本的会员卡和积分卡通常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会举办，他们举办的时候，比如说之前应该说几年前我还在便利店工作的时候，
当时每隔1个月就会推出一瓶饮料，100日元的饮料，你购买了你就可以获得50积分，相当于说100日元获得1半的那个积分，你可以拿来慢慢的存。所谓的积少成多，这个是慢慢来的。因为有一些店面，它办活动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买了东西以后，你就感觉，我怎么这个有这么多积分呢？就可能有这种感觉。而且日本的积分卡很多，这个的话可能方面就比较麻烦了吧，这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缺钱用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如果你缺钱用的话，你就可以办一下。这个虽然说帮助不少，帮助方面的话，应该说是只多不少。虽然说没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点帮助也还是比较好的帮助吧。关于积分制度方面的话呢，怎么说呢？看地方不同，比如说现在大部分地区或者大部分商店都是200日元1积分的程度，以前的时候是那个100日元1积分，这个的话当时就存的比较容易，现在只是比较难，只是现在相比于以前，现在主要是活动居多，所以说活动方面比较适合大家去看。然后是在日本购买一些电器商品，或者说一些积分比较多的一些那个积分卡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日本的大相机，也就是 Big Camera 和那个ヨドバシカメラ，那个有多巴西照相机，这2个那个大型超市的积分卡，他们都是按10%的来算的，然后活动的时候是按13%，甚至最高的是16%。像你买东西，你可以在你以后，比如说你在里面你买一些必要的，比如说你买了个冰箱，这个冰箱是那个是10万日元。那你就有1万日元的积分可以用，这1万日元的积分你可以拿去买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电线啊、USB 线啊，什么东西全部可以拿积分买，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作为在日本生活长时间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办积分卡，因为你没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都要花钱，但你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可以节约钱了，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办理积分卡的一个形式。那个建议吧，但是现在是生活相关，之前前面介绍过了，日本超市有很多打折时间，这个时间要跟你自己去判断。然后是打折的话，这个是基本上都超市都有打折，但是有比打折还要更便宜的一些那个东西，就比如说日本的那个业务超市。业务超市大家听起来感觉是专门面向公家的，比如说是那便利公司的这种那个超市，但是他们也是对一般人开放的，也就是说对个人也可以使用的。这里的话是很多东西都很便宜，比如说像米、油，还有一些那个中华物产在这边也可以买得到，一些中华物产在这里面还比较便宜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大家会利用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业务超市里面买到很多你所需要的比较实用的东西。还有的业务超市他们的那个蔬菜也很便宜。为什么说有的呢？因为有的业务超市有的他们不会卖蔬菜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也会卖的冰冻蔬菜。所以说你想要吃新鲜蔬菜的话，业务超市可以找一下，但是不一定有，因为你要去看一眼才知道。然后是纯粹只是想买那个蔬果类、蔬菜、水果这些的话，也比较便宜的一类。比如说我以前住的地方有个叫鸭欧鸭的这种那个日本的一种专门卖蔬菜的一种水果的一种地方，他们是非常便宜的东西。怎么说呢？当时我还在留学的生的时候，我去这些地方买东西，便宜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我100日元我可以买到20根到30根香蕉，便宜的时候我100日元可以买到将近是40根左右的那种，还非常便宜但又很新鲜的香蕉。所以说，而且它不只是香蕉，其他的水果也有。这个的话需要看你有没有喜欢吃的。日本的水果和大陆不太一样，和国内的话怎么说呢？国内的那个水果是相对比较多，但是怎么说呢？可能也便宜。只是在日本这边你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日本的水果会非常贵。但是我这里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日本的水果反而比国内还便宜。只是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大部分时候。但是如果你是按照收入还有各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和大陆差不多。比如说日本的一个西瓜是卖2000日元，可能就是20块人民币左右的，因为你2个小时的工资嘛，20块钱人民币左右你就可以拿到了，就可以买到了，所以说也并不算贵。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考虑的话，我自己喜欢就是日元用日元花，这种
然后日本赚的钱往日本花，然后按照日本的方式来消费，所以说并不感觉怎么贵，玫瑰还省下很多钱呢。所以说这个种吃水果啊，我的方面我也会偶尔奢侈一下，但是比较奢侈不如说正常消费，因为在日本的话，我是按照日本方式来进行消费的，我自己也不是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那种人，所以说只能算是正常消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一种哦，比如说你刚来日本的时候需要买家具，我推荐你们可以去那个中古家具。这个中古家具的话，这下面我会继续，还要跟大家现在讨论一下家具的一些问题。在日本，很多人买家具，或者说在国内吧，大家来日本买家具啊，都有一个惯性，就是，我在网上看一下就好了。但是网上看的东西啊，虽然是新，可能看起来很便宜，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划算，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二手家具，日本的中古家具非常的多。你在谷歌地图上输入“中古家具”4个字，就可以在周围搜到很多中古家具。有些中国家具可能专门卖办公的，有一些可能专门卖其他的，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家具都是卖的比较杂，而且各种东西都有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并不需要太担心。特别是在买一些生活方面的话，我推荐是去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去比如说像那个电磁炉、微波炉，然后洗衣机，还有其他一些生活必须那个电子器件，我推荐去中古家具买，他们保存的比较完好。也那个质量也是有保证的，这点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一些厨具啊，还有一些比较小生活常用的，我推荐去日本的百元店购买。日本的百元店也是非常的多，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如果说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钱并不必须太担心，然后中国家具又怕那个质量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网上买。不过我自己的建议是日本的中国家具还是非常让人安心的。质量方面的话，并没有太大。出行和穿衣方面，这方面我不太说有很多方面可以推荐的，因为留学生的话，在出行方面建议，或者说穿衣方面，我并没有太多建议，只能说出行方面我能给大家建议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在留学生时期，我的一些做法吧，算是找点漏洞来钻。比如说我当时我留学生的时候，我是用的是那个学校的那个资格去买的那个月卡，因为学校资格买月卡的话可以减半，然后我就用相当于我半价的月卡，然后我去在学校和自己住宿的地方之间找了一个工作，然后我就相对于是工作的那一边，他会把我的那个费用，就是我的车费给那个报销，也就是他会把这个全部补给我。也就是补给我以后，我可以把这一部分钱要当做生活费，相当于多了一笔钱。这是对留学生的。对于那个工作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这样考虑。但是工作的人的话，他们那个月卡是没有报销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在你工作的这个就是从自己家的工作的这段路径之间去买菜，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节约去买菜的一部分的时间和成本。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定的参考。最后是穿衣方面吧，穿衣方面的话，这个还真不好建议，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所以说看吧。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优衣库也好啊，去腾奇客的那个或者唐吉诃德，因为喊法看得不同，但是都可以在地图上搜到。可以喊那个中文的话可以喊腾吉诃德，也可以喊唐吉诃德。日语的话是 Tonki Hote， 这些地方去买，他们东西都比较便宜的。因为在衣服这些小东西方面可以去这地方买。然后是还有当然所熟悉的优衣库，优衣库的衣服其实也比较便宜的，在日本算是平价产品，只是在国内不知道为什么会吹成了一个比较贵的一种产品，这个真不好解释，因为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那种优衣库卖东西的一种感觉吧，这个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有想要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会在我所知的范围内给大家解答。还有在里面说的一些网站这些，我会再总结一下，到时候给大家放在那个油管的下方。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点进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日语找工作。然后一些日语那个兼职网站的使用方法，我到时候也可以做一期视频。如果有想看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其他想了解日本的事情，也欢迎留言。只要我能解答，我都会愿意为大家进行解答。谢谢观看。